大家好，我是阿庆，今天要来做大家最期待的水煎包。最近的高丽菜价钱有比较荡下来了，然后量也蛮多的。那今天的水煎包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面皮做法，还有最重要的是内馅。我水煎包的内馅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有炒一个简易版的葱油肉燥，这一个就是今天水煎包好吃的秘密武器。那我们先来处理高丽菜。我在买高丽菜，我最喜欢这种外面有带一点点微微的绿色，但是切开里面是金黄色，这种高丽菜最好吃。高丽菜洗干净之后，把它切小块，梗的地方来切一下，这里断一下，再来切小方形块或者是小长方块都可以，好，这样就好了。把高丽菜放进来，切好高丽菜，先杀青，2小匙的盐。杀青呢，最主要是第一个要让高丽菜吃起来更脆，再来就是因为你没有杀青过，你高丽菜太蓬松不好包，包含做水饺也一样，都要杀青过。一开始先不要去捏它，抓到盐散掉之后，静置15到20分钟，让它杀青软化一下。再来做水煎包最重要那一层外皮，用中筋面粉300克。盐1/2小匙，糖2小匙，这边是180cc 的水，配上6公克的酵母粉，然后把酵母粉放到冷水里面。来，这里我想一下我比较不建议在做面点类的把酵母放进去面粉里面或加水，不管是手工或者是机器下去搅，比较不容易把酵母化掉。那你酵母没化掉会发生什么事呢？面团揉好你会看到一点一点的。再来，在醒面发酵成品呢，会发酵不均口感也会比较不好所以这是我个人经验，分享给大家。搅拌均匀，让酵母融化到水里面去。好像这样子都融化了。要加水之前，一定要先手和匀一点，因为里面有盐跟糖，不要马上冲水，让它搅拌均匀一下。好，再来把刚刚拌好的酵母水慢慢的倒下来。不要一次全倒再来就全倒下来了，分2次，把它搓到稍微成团了，加1小匙的油。加油的目的是第一个揉起来比较光滑，再来它会有助于面团的发酵，再来口感也会比较好。那你就这样慢慢的揉，我揉了10分钟，10分钟后盆子都是光亮，手也是，那面团也光亮了。再来软嫩度适中，这个时候放着封箱保鲜膜，静置半小时，让它发酵一下。再来就是要来制作让水煎包更好吃的秘密油葱肉燥酱。我这里用的猪油，你去市场买的时候，你跟老板说要买皮油，它就是猪皮下面那一层最精华的。这个油也都是拿来做一些，比如说像虾饼、港式点心、烧麦，我们都用这个油。我们把它俗称叫白表粒，切成小的颗粒状。你去肉摊的时候，你可以请老板帮你用绞肉机绞过，这个步骤就可以省下来了。切好的猪油放到锅子，直接来炒，当然最重要是要炼出猪油，这里小火慢慢炼。好，接着来切红葱头，再来是金钩虾，它要洗过金钩虾就直接切碎就好。好 ，OK。我全程小火10分钟后，你会看到那个猪油原本它在炼的时候，在炸的过程，它会冒很多泡泡。那现在你会发现泡泡越来越少，甚至变很密集的，小小的，这代表里面的猪油已经提炼的差不多。现在差不多我的经验是90%了，但我的火没有很大。这个时候把刚剁好金钩虾碎跟切好红葱头下来。来下去一样保持小火慢慢炒，虽然我都把它叫肉燥，但里面没有肉，只是以前营业在用的时候，在做的时候都会说嘎瓜巴色加肉燥，我们都把它统称这个叫肉燥，因为它的香气就好像那个肉燥的香气，就像你吃统一肉燥面，那个肉燥里面那个肉很细很细，根本看不到，但是就是那个香气，我们就是要那个香气。好，全程小火炒15分钟了，你到后面会发现它会冒很多的泡泡，这正常的，不用担心，因为里面除了
红葱头之外，还有刚刚切碎的金钩虾，因为你切碎之后，虾子里有那个虾红素，它在炒的时候很容易会起泡泡，这是正常的，没关系。白胡椒粉1/2小匙，二砂糖1小匙，黑豆酱油1大匙。我喜欢用黑豆酱油，是因为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深，而且味道又很好。一样转小火，慢慢再炒一下。现在就是要把香气炒出来的时候了。好，下去小火3分钟，关火。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倒到碗里，让它凉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百搭、非常万用的红葱肉燥酱，成品就像这样。你看哦，经过一个时间，高丽菜已经软化了，把水分挤干，来放到这里。来，这里我建议清水洗2次，2次洗好之后，尽量的去压挤干高丽菜里面的水分，越干越好。好，开始做水煎包的内馅。脱水后的高丽菜，先加入泡软的冬粉，我这边是2球的量。再来虾皮，来一点虾皮。开始调味，盐1/2小匙，二砂糖1小匙，白胡椒粉1/2小匙。再来最重要的肉燥，肉燥4大匙，先不要油哦，先单纯的肉燥就好。4大匙后，里面的肉燥油3大匙。好，这样子的料开始搅拌。哇，超级香！这个水煎包的料哦，你们真的要试看看。一定有人问说，我可不可以加韭菜或是葱啊？当然可以，我只是做一个基本版的水煎包的料给大家参考。好，开始要来擀面包馅。手粉用中筋面粉就好，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哦。再来醒面好的水煎包的面团，不用再揉了，因为它已经醒面醒好，我们刚才都揉够了。先把它捏成长条状，再来把它搓成一个一个句子，每一个你抓40克。我这里这样起来刚好是12个，它会有误差1-2克没关系。分好的面句子，我们直接来擀面，手沾个粉压一下，然后再来你从边边这里，记得哦，擀边边，这样子擀边边有没有？中间是厚的，那你在包的时候才会好包。水煎包料放进来，这个面团的延展性很好，你可以包多一点的料，然后从边边，记得哦，边边在拉的时候，你不要这样拉，你要这样子拉起来，这样子捏。但我们不是要包肉包，所以你不用要求自己要包得很漂亮，主要是你就想办法把这个水煎包的内馅包进去这个面团里面。好，这样子。好，最后一个收尾，好，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你要放的这个撒一点面粉。今天呢，我的做法是我会做冷冻的给大家看，因为刚包好煎，说实在都很容易成功。我要做的是包好之后冰冷冻，退冰之后下去做水煎包。来，水煎包包好了，12颗刚刚好，连同我里面的高丽菜。但是前提之下，我每一颗我都塞很多。然后我现在包好之后，上面记得撒薄薄的一层面粉。你要用中筋面粉、高筋面粉来当手粉都没关系。封保鲜膜入冷冻，冷冻1晚之后，我用冷冻状态的水煎包来教大家怎么样煎出好吃的水煎包。水煎包我已经冷冻1整天了。冷冻怎么样把它复热？第一，你把它拿出来之后，记得一定要放在室温，让它回软，这个非常重要哦。如果你是冷冻下去做水煎包，我跟大家讲，面团因为它冷冻嘛，酵母还没醒过来，你高温下去它就湿翘翘了，所以它无法在里面发酵。再来，你的面团也会比较容易不熟，因为它胀不起来，所以就变成会一整坨面团在里面。所以我的做法，我会建议大家退冰，然后你去看它的表面，它会稍微湿湿正常的。然后你用手去摸，稍微会黏你的手，再来摸一下里面内馅有软的，这样就好了。所以冷冻的水煎包，我建议退冰后再煎，味道还有面团蓬松度也会比较好。锅子加2大匙的油，这里保持中火，水煎包放上来，再来加水。水呢，我这边是加200cc， 然后你看哦，我这里加下去的水量大概会是在水煎包的大约1/3的高度。这个时候我会
先转个大火，让水快速的滚起来了，对不对？滚起来之后，盖上锅盖，中小火煮12分钟。中小火12分钟到咯，这个时候我会先转小火，然后开锅盖。好，来这个时候就可以翻面了，慢慢的翻，因为底部比较扎实，但上面呢可能会比较薄一点，要小心。好，水煎包煎好了，就直接来放上来。水煎包完成啦！你看哦，其实在做水煎包最繁复的就是在备料，尤其是高丽菜的杀青。但我的做法就是我有炒一个独门的红葱头肉燥酱，那个肉燥酱非常棒，把它学起来。今天的水煎包你有学起来吗？明天到菜市场去买几颗高丽菜回来，馅料拌一拌，面粉揉一揉，包一些水煎包冰冷冻。要吃的时候随时都有。水煎包香喷喷，美味可口，上菜。